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5年的9月7号，星期天。那我们呢，在这里就是经常去的一家面包店啊，吃早餐。吃完以后呢，顺便录一期视频。今天这个视频呢，主要是就有一个网友他问我，他说，能不能分享一些投资理财类的书籍？那么这个网友呢，他应该也是一个老的观众了啊，从我频道一开始他就关注我了，他也给我发了几次邮件啊，但很抱歉啊，就我没有回，因为其实就虽然我不工作，但是我每天时间上的安排其实还是挺紧张的啊。像我录这些视频啊，什么都是我把这些东西随身带在身上，然后就抽空花这种点滴的时间，我来录这些视频。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就专门讲一期关于投资理财吧，就是说，每个人普通人都可以做到的，就怎么样用空闲的时间，用比较少的零花钱去慢慢的积累财富。那么如果你对赚钱的内容不感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划走了，对吧？那么如果你对就是赚钱的事情尤其是这种利用一点空余的时间就可以达到转变的这种事情感兴趣的，那么你要认真的听，因为有可能这个视频会改变你的未来啊。对于我自己来讲我也是这么一步一步做到的啊。就像昨天我那个视频里面我就讲，我说那个要抄底上海的房价那么就会有很多人对吧？他跟你的意见是不一样的。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就是在整个投资的这个市场里面，往往就是这样就是很少部分的人和很多部分的人他的意见就是不一样这个很正常。好吧，那我们就开始首先呢，很多人对投资理财他会有一个误区他会觉得就是说，我是不是没有高学历我是不是没有很有钱我是不是比较笨以我自身的经历来讲，我可以告诉你这个都不重要。为什么呢？首先从学历、从文化基础上来讲，我只有中学生的水平我一点不骗人我只有中学生的水平。那么从智商来讲，就我这个人，我认为我自认为就是我比很多人还是要笨很多就我一点都不是一个聪明人，从小一直到今天，包括就是我见到了大多数的人都比我聪明所以我觉得你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还有呢，就是关于就是钱的问题，就是我没有很多钱对吧？有很多的行业它都是有门槛，它都需要你有一定的钱但是在投资理财这个行业里面呢，它真的没什么门槛所以呢，我后面呢，我会拿一个，就是因为我有很多个账户我就拿一个我比较小资金的一个账户来举例，这样跟大家就就能看得见，对吧？因为我那个账户呢，里面差不多也就人民币的话是4万还是5万然后如果换成美元的话，只有几千美元，对吧？那么这个账户就从设立一直到交易然后没有做很多交易就做了几笔交易然后就盈利大概40%-50%吧然后也就几个月的时间好吧，因为我现在是在外面，我我也没有那个
带在身上，对吧？就回去啊，我会把它剪到视频里面，到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先要说啊，就是如果你要看什么内容的话啊，就什么理财书啊什么的，所有就我的观点是，所有关于技术类的内容啊，你都可以不用看啊。并不是我觉得那个书有什么问题，因为你想，我只有中学的学习能力，这些技术类很深奥的东西，对我来讲我根本就不懂，对吗？啊，所以我看了也是白看啊。我也老实说，我不是没看过啊，很多什么蜡烛图啊，什么这些东西啊，我都去看过，但是我真的就不懂啊，因为我觉得还是要有一定就你的起码高等数学啊或者什么东西的啊，我觉得要有一定的能力，你才能看得懂那些东西，对吧？啊，所以就我觉得是我学历的问题啊。第二个呢，就是我认为呢，看传记啊，就是这些投资大师们的传记是很重要的啊，因为这些传记呢，你比如说因为我对看这种文字的书我还看得懂的，对吧？所以就是我会去看一些传记啊。那么有一段时间里面，我也是脑子里面一直在想啊，我要怎么样去赚点钱，对吧？所以就是我会去看那些怎么样去赚钱的书籍。那么赚钱的书籍呢，我就会看到那些呃投资大师们的书啊。所以比如说我看到了Jesse Livermore， 对吧？啊，就是美国的一个股票大师。那么他呢，生长在一个美国的一个农村家庭啊，他就是一个非常家境普通的人。然后呢，他也是没有受过很高的学历啊。然后呢，记录了他的一生，对吧？就怎么样从他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啊，那么变成一个投资者，然后成为投资大师，然后又因为就是人生的一些每个人都有缺点，对吧？那他因为他人性的缺点，他最后导致了他的失败啊。当然他的人生已经足够精彩啊，那么我们就能够学到很多东西啊。那我当时觉得看他的这个经历呢，让我知道一点，就是即使就没有高学历啊，我也能够开始，对吧？就像他一样。第二个呢，就是他的书中也讲了很多他面对投资的时候的一种心态啊。那么这个呢，也对我造成了很大的帮助啊，就是当我面对投资的时候，肯定是有顺利的时候，有不顺利的时候啊。当不顺利的时候，那么我就非常灵活的运用了这些心态，对吧？心态上的就改变了我的状态啊。我觉得呢，就是做这个行业啊，就你真的不需要太聪明啊。就像我真的就不聪明，但是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不是很聪明啊，所以就是我看到这些名人传记或者说这些人，就他们说的很多东西我就会把它当做真的。比如说，如果我看圣经圣经里面说人要做一个善良的人，那我就会真实的去实现就是我就会按这么去做，对吧？但可能很多人他看了以后，他觉得我傻呀我跑过马路上，每次看到那个乞讨的人，我去给他一点钱，或者我傻呀，我去分享一些把自己赚钱的方式分享给别人整天去帮这个帮那个，或者说我傻就是人就是说，我觉得有一种很矛盾就是说你看到很多教育上的东西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那个赌王何鸿燊，对吧？人家就采访他说，你是赌王你有什么
就赌博的秘诀。那赌王他就想了一想，他就说不赌就是赢啊。他说赌了你肯定会输的。那其实你跑到这赌场里面，有这么多人啊，就这种澳门赌场里面有很多人啊，就拼命的在赌博。那赌王他都已经告诉你了，他说这个不赌就是赢，你赌了肯定会输的。那为什么就是大家还要矛盾的去这么做呢？对吗？所以我觉得就是人啊，他的出身，他受到的教育，尤其是家庭教育，我觉得很重要啊。家庭教育，还有就是在社会上遇到的一些教育，这个会对他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然后呢，这种影响呢，会导致他后天啊，就他形成他自己的一种抹不掉的东西。然后这种东西呢，就会，我觉得会阻碍你的发展啊。就像我发现，我也认识很多很成功的人啊，尤其是在做投资理财方面。我有认识一个，就是差不多才30岁吧，就我认识他的时候，他30岁，刚刚有一个小孩，就跟我现在小孩差不多年龄。那我就问他啊，因为那个饭局啊，也是一个很昂贵的饭局啊，就是人均都是几千元的这个餐食标的的啊，就一个人就要几千块钱，也是朋友要介绍一些朋友嘛。那我就问他啊，我说你主要是做什么行业啊？因为去就参加这个饭局上的人啊，基本上都是呃家里面事业有成的啊。那他就告诉我啊，他说我是炒股的，我是做那个就是投资理财的。我就第一印象对吧？你就觉得啊，这是嗯、怎么说？就是你觉得就不可思议对吗？啊，然后我又问他，那我说那你从这个上面就炒股上面你赚了多少钱？啊，他说也不是很多，他说就8、9千万吧。当时他30岁哦，那就那个时候当然我也就30多岁啊，但是我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真正的这些有能力的啊，他到了一定段位的时候，他没必要向你隐瞒什么啊，他也没必要，就他真的不是炫耀，因为说句实在的，去参加那个吃饭的人除了我啊，除了我啊，那这些人肯定都比他有钱啊，但是他就很平和的就告诉我，那后来我当然就感兴趣了，我就会对他就很虚心的去讨教嘛，对吗？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其实一路走过来，那我看到所有的人啊，我其实是不看这个人他到底现在有没有钱啊，他有没有什么身份地位，我只看这个人他讲的东西有没有道理。他讲的东西确实是啊，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正常的价值观的东西，有道理的，我就会去认同啊。而且大家也可以去观察，就凡是在投资理财啊这些行业方面，或者说任何行业吧，我认为啊比较成功的人都是非常心平气和的啊，因为就像你说投资理财这个，你一旦啊你觉得要那个就是任性啊，或者说你不服市场，马上啊就会就像上帝啊，就像他就像报应来了一样啊，就是上帝立刻就给你一个暴击啊，就真的是这样。因为市场是没有情感的，它就像一面镜子，你做的对就是对，你做的错就是错，他说你是错，你就是错，啊，没有什么任何的理由的。所以就是你只能在市场里面做一个生存者啊，不是成功者，是生存者啊。那么今天也要说到最重要的一点，就当你拿了一定要自己的钱啊，就不要拿别人的钱啊，什么父母给你的，你借来的，
或者说什么，只要不是你自己亲手靠努力劳动赚来的这些钱，千万不要去投资在这个市场里面，因为你一定会输。因为只有你自己流血流汗啊，通过努力奋斗赚来的这个钱，你才会重视它啊。那么今天的第一个重点就是你一定要先生存下来啊，你不要先想着到这个市场里面去赚很多钱啊，想着把5万变成10万，10万变成100万，100万变成1000万，不要去这样想。就5万变成100万的这个事情，不是靠你想的，是你突然之间有一天，你发现，我没有那么关注这样子了，但是他就做到了，啊，真的。所以呢，第一步就是拿好你的资金啊，准备好你的资金，去看名人传记，然后选择任何一个市场都没有关系啊，不管是中国的、美国的、日本的、香港的、新加坡的、台湾的都没问题啊，马来西亚的什么就都可以找到就属于你自己的一种方式，先去这个市场里面生存下来啊。那生存完3个月以后，你能做到不亏损，那再看我下一个视频，好吧？那今天我就先分享到这里，谢谢。